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幻想是满怀期待的，早早上床睡觉，想着半夜会有个穿红衣服的老人从烟囱里爬进来，把礼物放进袜子里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看到礼物的兴奋感会让我们高兴一整天。如今的圣诞节动不动就是价值几千美金的礼物，收到的都是最新款的苹果电脑、头戴式耳机，还有 Tiffany 戒指。原本我以为花个2、3千送礼已经是够离谱的了，直到我看到这个价值10万美金的礼物开箱视频。你说这到底是圣诞节，还是看谁收到的礼物更贵重？大部分的视频开头都会说：“我不是在和你们炫耀。” This is not to brag. I'm not trying to flex. I just want to express how grateful I am because I am very grateful, as you can tell. 可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在说：“对啦，没错，我就是在炫耀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” I guess this is the part of the haul where I say I'm so grateful, I'm not trying to brag. No, I am trying to brag. 今天的视频呢，就来分享美国人在圣诞节送礼物这一块到底花费了多少。我觉得最直接的送礼方式就是问对方需要什么。那我在美国生活久了之后也入乡随俗，每年圣诞节也会为家人准备一些小心意作为过节的仪式。我自己也有在观察这些礼物开箱的视频，是越来越离谱了，价格也越来越贵。一出手就是戴森吹风机、UGG 鞋子、新的电子产品、奢侈品包等等的这些昂贵礼物，从头到尾所需要的东西呢都给搭配齐全。你看现在的小孩圣诞节收礼不只是玩具，更多的是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所拥有的东西。例如永远不会缺席的 Stanley 水杯，就单单这一个水杯就卖接近50美金了。就连这位没超过10岁的小女孩收到的礼物都是最新的化妆品、最热门的唇釉，还有腮红。看到这里，我心里冒出一个疑问：什么时候一个小孩需要这些化妆品了？一个8、9岁是在上小学的年纪，就习惯性的收到这些成堆的礼物，甚至他们都会提前列出一张清单，把自己想要的品牌、型号和颜色都写得一清二楚。更别说都是受到网络上的影响，到处都是同款鞋子、同款香水、同款卫衣，所有人都在开箱、分享和对比。这样会让人自然的觉得别人有的我也该有。这里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在每年圣诞节给孩子准备几十样礼物，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充足的预算。这里有一个我一定要拿出来说的频道，就是 Nelson's Family。他们家一共有16个孩子，每年圣诞节每个孩子都能收到成堆成堆的礼物。我点进去看的时候，真的是嘴巴张了半天没合上。这些小朋友张口闭口就是要 LV 戒指、Marc Jacob 包、Tiffany 戒指，以及200美金的豹纹毛毯。当然了，像他们这样几百万订阅的大频道肯定不差钱。我完全理解父母想给孩子最好的东西，这也是他们频道一直以来的内容形式。但我更在意的是，当一个孩子认为每次的节日就该收到上千上万金额的礼物，他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些钱来之不易，又要怎么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？这种铺天盖地的礼物数量和金额，真的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起。这里还要给你分享一段看了让我很无语的视频。整段视频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位女生嫌弃父母送她的圣诞节礼物，嫌弃他们价格低、不好看、没有牌子。 But did I mention that I only got like 20 gifts this year? Last year I got like 30. Like, this is so ugly. 不好意思，20份礼物还嫌少。Costco 的衣服怎么了？一件舒服的外套好过一件带有品牌 logo， 而且长辈送的衣服还要挑三拣四，就连袜子也必须是 Armani 这个牌子。整个给人的态度是嫌弃这东西不够高级、不够贵。所以现在很多人，尤其是像视频里的这个女生，收到的礼物要是便宜了不行，没买对品牌也不行。整个社交平台和消费环境都在灌输这种想法，礼物需要讲门槛、讲价格，但完全忘记了学会感激这2个字才是送礼的最基本尊重。现在很多人会提前列出圣诞节礼物的心愿清单，给每个礼物分类到不同价格，有预算在20以内、50、100、500的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朋友和家人都能知道该准备什么样的礼物。据统计，在2024年，美国人均的假期消费预达为902美金，其中大约641美金用于给亲友或者是同事买礼物。
如今看来，美国人在送礼这件事情上真的一点都不手软，因为他们不只是准备个2、3样物品那么简单，而是要给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和同事，就连你兄弟姐妹的另一半也要给准备好。这么一算的话，光在送礼上少说也要花掉1、2千，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做到的数字。美国的普通打工族一个月拿个3、4千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换句话说，为了这个圣诞节，他们会把1个多月的工资全部投进去。这花出去的钱并不是来自存款，有超过1/3的美国人是靠刷信用卡、贷款或者是商家的分期付款来买礼物的，所以平均每个人在节日上就背上了$1181的债，其中65%是刷信用卡，24%是用商家的分期，还有42%的人甚至要承担20%以上的高利率。现在的经济啊，确实是越来越吃紧了，出去吃顿饭价格也贵得离谱，平时买个生活必需品也得要等到活动促销才能下手。现在不是我们不想花钱，而是真的没有那么多闲钱去买非必要的东西，更别提美国大概有29%的人是连假期出行的费用都负担不起，甚至有47%的人说，现在高额的生活成本也影响了他们今年的旅游计划。这些数字都在告诉我们，很多家庭连一次假期都要精打细算，更不要说为了圣诞节再砸个几千块钱进去，还得看你手头上的房贷、车贷、教育费用和平常生活开销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这时候你再看网络上的这些开箱视频，几千的花了出去，也不会担心钱的事，好像日子过得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所以现在看来，视频中把几十件物品都摆出来，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刷了信用卡，欠了一堆的钱。我是很佩服愿意花时间把礼物包得很漂亮的人，还会在礼物上加一些小的 DIY。要是收到这样包装精致的礼物，真的是会被感动到。我看到有人准备了5、6种不同图案的包装纸，各种颜色的蝴蝶结，还有干花和小松果作为点缀。总之呢，是看得出来真的很用心。现实是你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去包装礼物，除了成年人会感受到你的用心以外，一旦到了小朋友的手里，他们才不会在乎包装有多好看，只会在乎里面装的东西，所以你的心意将会被撕得粉碎。现在也不是简单的用个纸一包就完事儿了，你还得包装的有风格、有主题，最好是全粉色的包装纸，带有姜饼人图案、波点图案、Hello Kitty 主题，还要根据你孩子喜欢的卡通人物来选择包装纸。不仅仅只是包装袋，还有装饰纸，就是那种塞进袋子里让礼物看起来更高级的一层薄纸，要有礼物吊牌，还有丝带。重点是这些纸不是拿来反复利用，很多是拆开后直接撕烂扔掉。美国人每年在圣诞节里面会扔掉的包装纸约有26亿磅，差不多能铺满接近4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关键这些纸大多都不是可回收，尤其是上面有亮粉、金属的包装纸以及丝带，全部都得扔进垃圾桶。那说到包装纸的价格，你可能觉得就是几张纸能贵到哪里去？稍微好看一点的圣诞包装一卷就得4、5美金，带金边亮片的那种可能要6、7块。一卷包装纸差不多也就包2、3份中等大小的礼物，如果你要包10几、20份，光是这些费用加起来就得20、30块。大多数人也不只是买一卷，很多都是按照主题颜色去买一整套，所以保守来算，这至少得要2、3卷起步。除了你送的礼物本身的价格，你还得花一笔钱去买包装，最后当这些包装全部被拆掉，扔进垃圾桶里面都是你的钱，这又是属于一次性的消费。最后我想说，圣诞节是个大家都挺期待的日子，有点节日气氛，买点东西，送点礼物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我想提醒你，真的没有必要跟网上那些人去对比。你看到别人的圣诞开箱，礼物堆满了整个地板，这些都不代表你也要这么做。不管是礼物的价格、数量，还是包装再怎么好看，到头来重要的是你过完节之后，会不会因为花出去的钱而发愁。最后再说一嘴啊，年底呢本来就是我们购物欲爆棚的时期，你更要对自己的经济情况有了解，也不要去购买超出预算的物品。那在这里要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圣诞快乐！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